上一集节目中，专家轮流上场，把中西医理论说透透。我们总算了解鼻窦炎和过敏性鼻炎之间的差别。那这个星期，我们将会认识两者的治疗方式，还要学习自救方法以及中医食疗。请跟着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吧。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是，那鼻子呢出小毛病可能会带来大麻烦了，所以再次欢迎呢耳鼻喉头颈肿瘤专科郑欣燕医生，欢迎。还有2位问题非常多的杨志龙还有吕林轩。对。3个礼拜录完之后，我回去我就想了一个问题。哎，怎么样呢？我们讲那么多哈，到底我们有没有听进去啊？哇，你甚多问题有没有？不然这样好了啦，我们就来一个随堂考，看看我们这2位同学哈，到底有没有学进去哈？来，请医生出题啦。 OK， 好，其实你们2个也欢迎解答。好，来吧。鼻子周围有4对小孔，这个分别叫做上颌窦、对，额窦、蝶窦，还有什么窦？绿豆。喂，哎，我就是只记得上颌窦、额窦跟蝶窦，我只记得蝶窦，记得蝶窦，因为蝶豆花蝶嘛，在眼睛中间。 哎，我们真的都忘记了，惨了。好，那没人有办法答我，就给答案了啊。好，那个叫腮窦。哇，还有腮窦啊，腮窦，对，腮窦。OK， 第2题呢，鼻窦炎可能扩散导致脑膜炎。 可能都说可能吗？对，这是正确的，是可能。最后呢是鼻后滴，还有呢那个脸部肿胀啊，鼻涕是黄绿色，是过敏性鼻炎呢，还是鼻窦炎？哇，这个容易。来3、2、1，我们一起说鼻窦炎，耶，对不对 ？OK， 非常好，对，正确。对，所以你们都记得非常清楚，除了那个腮窦以外，是。现在有奖品给你们，有，答对的，每个人都有哦。这个就是像你之前说的薄荷棒，哇，真的有，李腾也有，哎嘿，还有，当然啊，国王也有，谢，他知道我喜欢粉红色，谢谢医生，谢谢。其实刚刚呢，我们就在复习啦。他想知道3个礼拜的内容的话，是你们也可以扫我们的2维码，是可以扫 QR code 哈。是，给大家问一下医生哈，治疗方面是怎么样处理呢？是 OK， 鼻窦炎的话，主干治疗呢有2项，一个是抗生素，它会把那个细菌杀掉；第2个呢就是类固醇的喷剂，它会降低你的炎症。慢性的鼻窦炎它也会缓解了。但是不是不能常用啊？因为类固醇喷剂其实是可以常用，因为它的剂量非常低。其他辅助的方法呢，就包括减充血样，还有你用盐水冲洗你的鼻窦啊。如果是慢性鼻窦炎，这些口服的药啊、喷剂都没有办法根治的话呢，最终的方法就是需要动手术。是，如果是有鼻中隔偏曲或者鼻甲肿大，使到你呼吸量不足的话，那我们就有办法矫正你的鼻中隔，减小你的那个下鼻甲。那下鼻甲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治疗方法，叫做射频消融术，就好像把它烧给它小一点，用烧的，对，用热能呢传到它的那软组织里面，破坏它就不会肿得那么厉害。明白。那还有什么要注意吗？生活方式其实要照顾一下。第1点，你的免疫力，你要睡眠充足啊，压力要减低啊，你不要说太过疲倦，对，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的免疫力。第2点呢，就好像我们在外啊，人群很多的地方，你不要受到感染的话，你可以戴口罩。你要碰你的脸的时候，你要先洗手，要消毒。对那有的时候晚上睡觉我们开冷气嘛，是不是我要在床头柜放一个加湿器会比较好应对这个鼻窦炎的状况？不会，如果是针对鼻窦炎本身呢，当然你加湿不加湿都没有真正的分别啦。不过那个温度就有一些关系。你如果调得非常冷的，那个鼻子里边会充血，所以你的鼻甲会肿胀。然后呢，你当然分泌物会比较多。我冷气不要太冷了。是。那过敏性鼻炎有什么要注意呢？最重要就是尽量避免接触到过敏源。所以尘螨的话，就减低那个尘螨的数量嘛。所以你床单啊、枕头套这些，尽量每个星期都换。然后你洗的时候，你用烧水去烫它，它会把那个尘螨杀掉。然后那个枕头、抱枕这些，你有办法的话，你拿去晒太阳，晒到它很热，它就会死亡了。然后床褥，你可能带那个防尘螨的那个床套，因为那个套真的就密封的，它完全没有缝，不是用纤维织成的。对，其实有一些那种吸尘螨的吸尘器，对，我家里有，然后一边抖一边吸，一边抖一边吸。它有一些帮助，
因为它会把那个床褥上面的那些尘螨拍起来，所以这些拍起来的都被吸掉。不过你要记得，它要有一个 HEPA filter， 不然的话，从一边吸进去，从另外一边排出来，就等于没用了。那药物治疗有效吗？药物治疗是真正抑制它的方法。第一线治疗是用那个类固醇的喷剂，这个可以抑制它的那个过敏，不过没办法根治。然后呢，我们有其他辅助的方法，比如说抗组胺药，就是我们所谓的伤风药 antihistamine， 所以这个它会控制那症状，不过不会对那个过敏有直接的多大的反应。OK， 另外有一组不同的药呢，就是那种抗白三烯受体的那个药物，这个对那个哮喘有比较大的作用。如果你一线治疗不行的话，或者你想根治它，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用那个免疫性的治疗方法。免疫性的治疗方法呢，我们基本上就是用这个过敏源，慢慢的、长期的、逐步去刺激你的那个免疫系统，到它停止对它产生反应。所以它的方法呢是有一些过敏的药片，你就把它放在你舌头下面，下方就舌头下方，每天都用3到5年，有3到5年啊，对，让它习惯了，所以80%的成功率。也就是说，如果我对尘螨过敏，它里面就对，它里面就有尘螨的粪便。然后我就要它的过敏源呢放在嘴里3到5年，它一下子就溶了，对啊，但是还是放在嘴里。所以也就是说你要吃5年的尘螨片。听了医生讲了后，我对尘螨没有过敏 ，OK， 立刻好了，立刻好了。医生，我想问啊，如果说对一些空气中的漂浮物有过敏的话，对我家里买那个空气净化器是不是可以帮助？是。可以，因为只要它是悬浮在空气里边的，那个空气净化器它会把它过滤掉嘛，所以它的那个悬浮的过敏源就少了，你少接触你就少过敏。明白。那我想问你，就是说这2个病症呢，它的根治率会很高吗？如果是急性鼻窦炎的话，根治的几率非常高。慢性鼻窦炎呢，抗生素啊，还有类固醇有时候就不成功。不成功的话，你进行手术之后呢，90%的那个概率会根治。当然，过敏性鼻炎的话，如果用普通的治疗方法呢，只能抑制它；免疫性的治疗方法有可能可以根治。不过不是100%，是80%。是。那医生，对于我来说，我是有过敏性鼻炎嘛？如果放着不治的话，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啊 ？OK， 如果是症状不严重，不会导致你常常有鼻窦炎、鼻塞，不会严重到使到你有睡眠窒息症这一类的问题，它的并发症的话呢，你不治只是影响到你的生活的素质。你可能觉得哎呀，生活不好过，每天早晨起来都很不舒服，所以你用药物治疗的话呢，它会改善你生活的质量。鼻窦炎就不一样，这个我们必须治疗。那当然在短期之内，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呢有办法把细菌杀掉，你自然痊愈的话呢，就不用治疗。可是你3到5天之后还有的话，那就应该看医生啊，吃一点抗生素这些，帮助他。慢性鼻窦炎的话，肯定就需要治疗，因为任何慢性炎症，它有其他的那个并发症啊。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因为很多鼻腔的问题，你鼻塞就会影响到你的呼吸。所以你在睡眠的时候呢，你如果有呼吸障碍，可能会使到你反反复复的有些那个血氧饱和度会下降啊，你打鼾啊这些，这个是我们叫做睡眠窒息症啊。然后比如说你有过敏啊，或者你长期的一直发炎的话，你体质本来就有哮喘，它可能使它恶化。OK， 那广告回来呢，我们来学习什么是健鼻操啊？健鼻操，鼻子做体操。当然啦，因为我们节目是从头到脚健康嘛，对不对？好，那广告过后你们一定要学，好不好？好。再一次欢迎赵哥赵医师哦，欢迎！来，医师，我们的鼻子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听你的命令而已，我们就可以做体操了。那我先介绍4个穴位。好，这第一个穴位呢叫迎香穴。它就是在我们鼻翼旁边和鼻唇沟的这个点上。第2个穴位呢是暂竹穴，在这个眉头和眉骨这个地方有一个腰线，对，这个凹陷中。第3个穴位就是太阳穴，都很熟悉啊，在我们眼角的后面。第4个穴位是四白穴，在我们眼眶下面这个凹陷里面。医师，这个是左右对称的，对吗？就是我如果左边有，右边是同样的位置。对，两边对称的。那什么？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也是要两边同时做。好，是啊。那准备好我们的手指，好，就是用大拇指按住食指的第一个指节，对，然后呢，用大拇指的这个指关节，这边
第一个动作，我们先从我们的鼻根处鼻根处然后向我们的迎香穴轻轻的推按，就是这样子。对，大往下概推30到40次，有微微发热的感觉。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迎香穴按揉。OK。对，有点酸酸的哦。对，有酸酸的感觉就对了。下一步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在我们的暂足穴。沿着这个眉骨向我们的太阳穴就顺着，这样子吗？对对，它主要是能够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症状，也可以增强我们鼻窦和鼻腔的这个免疫力。OK， 好。然后在我们的暂足穴和太阳穴各揉按20下，各按20下。对，第3步的话，我们就是从太阳穴向4白穴推按。拉下来。对，一样就是30到40次。OK。然后在4白穴按揉20次。对。这个操每天要做吗？还是什么时候做？我们可以每天早晚各做1次。如果你鼻塞或者是觉得打喷嚏、流鼻水比较严重，随时都可以做一做。还有一个步骤是收功。收功。对，收功。OK， 是怎么样收？这时候我们就是把2个手掌搓热。搓热。对，从下向上，从里向外，做干洗脸的动作，好像洗脸一样。对，温温就是这样子。这样做多久？有点温温嘛。做4、5次就可以。4、5，让你的血液循环吗？对。有没有什么中药也能够缓解症状啊？有一些简单的中成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症状。OK， 但是一定要在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下来辩证使用。OK，这样才安全。好比如说过敏性鼻炎、肺气虚，我们是要温肺，散寒，补肺气，所以我们可以用温肺止流丹，或者是玉屏风散。那脾气虚的呢，我们要健脾益气，祛湿通窍。对，所以用补中益气汤。肾气虚的呢是要补肾纳气，用桂附地黄丸。鼻窦炎实症的呢，肺热型的，我们要清肺热、通鼻窍，所以可以用桑菊饮或者是银翘散。这个有听过。那胆热型的，我们就要清肝利胆，所以可以用龙胆泻肝汤。OK。脾胃湿热呢，我们就要清利湿热，OK， 所以可以用四神汤。虚症的话，肺气虚也是要温补肺气。疏散风寒，所以我们用温肺止流丹，还有就是玉屏风散。脾气虚呢，我们就是要健脾益气、清利湿浊，所以要用参苓白术散。那医师还有什么其他的医疗方法吗？对于过敏性鼻炎来说，它是一个虚症。所以调理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需要花一个相当的时间。要心理准备了。刚刚是让我们吃那个螨虫，3到5年。这个到您这边也是要。我想问一下医师，你说长期大概多久？对，半年、1年，或者是更久的时间了。至少半年。至少还好。那过敏性鼻炎患者有什么建议吗？就是改善个人的体质，增强免疫力特别重要。就是饮食方面，我们肯定是要合理，然后避免那些生冷的食物，不要吃冰的。对，那在起居方面呢，就是要避风避寒。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找出过敏的诱因，然后尽量的去避免或者是去除。再有就是要做运动，还有针灸。好，那谢谢医师的分享。那当然广告回来呢，我们的郑医生哦将会做一个鼻腔的检查。对，如果你们想更了解这个检查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话，一定要守住我们这个节目，好不好？稍见。好的，那现在阿贝已经准备就需要做鼻腔镜的检查哈。哇，这个内窥镜我们就把这个非常非常细的那个这么长一条的内镜伸到鼻腔里面去看它的结构如何啊 ，OK， 有没有什么病。第一个步骤呢，我就先看它的原状，就在还没有喷什么麻药啊这些之前。所以你看哦，从这里你就看得到那个荧光屏哦，它右边呢一点点肿是它稍微它的鼻中隔偏向右边一点，你看它有凸出来哈，还有呢它的鼻甲也是稍微有点肿，你看里边有点湿，对，所以这2个表面不应该碰到，你看它里边深处它已经碰到了哈，有点塞，接触到，对，所以右边有点塞，左边呢
鼻甲也是稍微有点变重，不过不是很厉害。这个还蛮不错了，它其实有呼吸的空间。OK， 所以我先给他喷一点麻药先刷。OK， 它是马上就有那个效果。你吸一下。放这个麻醉喷剂哦，大家等多久呢？3到5分钟。3到5分钟，好，就是把里面会有一点麻麻，有一点麻。第一点你是麻，第二点是让它收缩。我们做的时候空间比较大，就没有那么不舒服。OK， 那现在已经5分钟到了哈，我们请这个医生来继续哈。好，喷了喷剂之后，你看它空间大那么多，宽了很多哎，因为我们用了那个减充血的药啊。OK， 它的中鼻甲很白啊，像这样呢，通常是有一些过敏才会这样啊，所以我们伸到后面呢，你就看得到鼻咽的部位，你看它有很多分泌物，透明的。然后这个呢就是咽鼓管的出口 ，OK， 那个就是鼻咽啦 ，OK， 比如说有鼻咽癌啊什么，我们就是看这里 ，OK， 所以你看喷了之后，它有收缩，不过你看得出它的下鼻甲肥肿，中鼻甲也是这样，所以它的确是有些过敏。然后你看它这里，它蛮狭窄的，左边的这道墙，你看它有凸出来，对，所以这个呢，因为它的鼻中隔也是有些偏曲，不过不是非常严重啊，所以这个看起来呢是典型的那个过敏性鼻炎 ，OK， 对 ，OK， 好了，过关了，你要哈气可以吗？没有 OK， 其实整个过程是很舒服的，是完全 feel 不到，没有感觉，有麻痹，只是偶尔就是医生痒让它转动的时候，对，有点感觉，有一点点痒痒。对，哎，那医生说你有过敏性鼻炎哦，那你有去检查过说是什么样导致会过敏吗？灰尘，OK， 灰尘是第一，然后第二就是可能气温落差太大，那我也会打喷嚏，也是会，对啊，所以我必须要做些什么，就是用那个类固醇的喷剂。你如果有症状的话，你如果平时其实那症状不严重，你也可以不去管它。不过你现在有影响到你的生活吗？暂时是没有，暂时是啊。如果没有每天说一定会打喷嚏，是，如果是轻微的话，那你就注意你的环境。尽量减低尘螨的那个数量比。OK。不过今天也是要谢谢医生的这个检查，大开眼界，至少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真的，对。志荣今天也辛苦了，因为这个位置不是每个人都敢坐下来。谢谢马哥。我们今天要奖励你，然后李腾已经安排了一个 party 给你了。没错哈，我们这个是来喝一杯，不用客气，来，我们就来喝一杯啊！来，哎呦，茶饮，来 ，OK， 嗨，哎呦，这医师也准备好了，这时间刚刚好。今天请大家喝药茶，耶，这个有什么名称吗？健脾益鼻茶，对，鼻子益，对，用的食材有哪些？对，是。那主要的食材呢，有党参、茯苓、白术、甘草，这4个药呢，在中医叫做四君子汤。四君子汤主要的作用就是健脾气、益肺气，然后我们加上润肺的麦冬，还有祛风寒、通鼻窍的辛夷花，是啊，再加一点冰糖调味。煮的方法是怎么样？这个呢，主要是做成茶包袋。所以我们把这些材料把它捣碎了以后，装在一个茶包里，最好是用一个保温杯，用大概300毫升的水 ，OK， 来浸泡15分钟。OK， 那这个适合谁喝？脾虚、肺虚的过敏性鼻炎和鼻窦炎的人来喝，对它有一个保健作用。味道蛮浓郁的，就是各种药材的那种味道，是加上一点点冰糖，有点回甘，不会难喝了，不难喝。不过它这个闻的时候的确有很浓郁的中药味，但是你喝的时候，它其实是不会有太苦的感觉，不会。我想问，就是喝这个是预防发作吗？对，它既可以提高免疫力，也可以适当的缓解症状。那这个喝的多频密吗？就一直喝？这个每天喝1次就可以了。一天1次。那一个茶包袋可以反复冲泡2次、3次。那问一下医师啊，就是那个用这种热的气啊来熏鼻子，会不会对我们的鼻子也有好处？对呀。那我们在用蒸汽疗法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加入一些中药的。比如说用辛夷花，加上苍耳子，再加上白芷，拿大概300毫升的水去煮出1杯水来，然后嗅这个水蒸气。那对于鼻塞不通气的人就会效果比较好。大概距离多远？
大概10个厘米吧左右吧，就是不要太近了，对，不要烫伤，对。那除了用这个，还有其他东西可以用？对，我们还可以用最简单的，用生姜，切几片生姜，用水把它煮开了以后，大概3分钟，对，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加半茶匙的黄姜粉，再煮1分钟，因为生姜和黄姜都有这个祛风寒，它也有抗氧化、消炎症的作用，它对于打喷嚏、流鼻水这个症状缓解会比较好。不错的，对。我看到有人这样子做，他用一条毛巾这样包住，包了整盆水，然后在那边，这个会更快还是？效果会更好啊，因为那个蒸汽它不会散掉，不然就有所谓的漏风了。对，那个蒸汽就散掉，那是比较怕输。对，就一吃过就不要浪费那个蒸汽。对，那还有一个我蛮想问，说是小时候有一些小朋友伤风嘛，会涂那个伤风膏，是可以插到鼻子里面去的吗？最好是不要哈。其实最重要呢，是因为这些它里边可能有一些樟脑啊这些，所以不好接触到黏膜，因为它会吸收到体内，这些有毒性的，所以你就可能就放在那个上唇这里啊，这个一点点，对你主要是嗅那个味道嘛，对还有它可能有点刺激性，就是像这样。是。那最后我们的医师跟医生有什么东西是要补充的吗？预防胜于治疗，所以不管是过敏性鼻炎还是鼻窦炎，我们都应该积极改善体质，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没错。那医生呢？我们之前谈过的这些症状啊，还有的这些病症，它最终的结果可小也可大，所以这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呢，或者是持续性比较长，那我们就应该就医，就正确的治疗，把它根治就没问题。好，那么希望这2集呢，大家对这个鼻炎的课题呢，会更多的了解。对，那其实现在通过治疗，患者也不用被这个过敏源牵着鼻子走了。好，没错，在这里要谢谢我们的郑医生，谢谢，谢谢嘉宾志龙，谢谢。好，所以请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